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台之后，他开始挡军购，他挡预算，而且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就算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想下车，就算他们想找到跟 AIT 中间可以折中的空间，郑丽文都把油门给踩死，都把门给锁住。他绝对不许任何人下车，要完全遵循他的立场。什么立场？就是一个亲中反美的立场。而这个亲中反美的立场，让很多人担心说：你这样子搞下去，会不会让中间选民吓跑？你这样子搞下去，你会不会让国民党的得票率受到了影响？就我们看到了，郑丽文现在一意孤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我要跟习近平见面，而这样的状况，现在看起来真的已经出现了一个骨牌效应，而这个骨牌大家想象都不到是，竟然出现在新北市。我们看到之前新北所有的民调里面，只要李四川出来以后，那就是当仁不让，那就是所向披靡。就在我们在1月做的这个民调，同样是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我再强调一遍，在台湾所有民调里面，我最相信的就是这家民调。在1月19号的民调里面，不管你是三卡都，不管你是四卡都，不管你是怎么计算，李四川都碾压苏小慧。就算是你把刘和然加进来，你把黄国昌加进来分票，当时李四川都还可以45.8%赢苏小慧的38.9%。如果是1对1的话，那更不得了了，45.8%赢36.0%，那根本就是什么？将近10个百分点的领先。可是没有想到，同样一家民调公司，同样的一个民调的做法，现在出现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如果是萨卡都的话，现在苏小慧已经领先了35.7%，赢了李四川的32.1%。但是重点来了。就算你现在蓝白合，你现在是1对1，当然现在看起来李四川还是赢，可是赢多少？只赢了1.1。这个1.1非常可怕的是，我们知道这个选举是一个动态的这个呈现。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动态的呈现的话，未来会不会进行黄金交叉？更可怕的是，现在郑丽文的油门还没有放哦，他现在的亲中路线还没有改变哦，而且现在党军购的动作还持续进行哦。党军购的动作持续进行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出手哦。如果美国出手的话，对台湾的政局会造成多大的影响？难道今天郑丽文真的是我们赖总统最大的贵人吗？难道今天会出现一个对国民党毁天灭地的大变化吗？好，我们今天请到4位来宾，对台湾首席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丁学伟，各位大家好。好，第四位我们要特别介绍，他是特许财务分析师蔡明翰，明翰你好，大家好。我这两天我想通了一件事情，我本来一直搞不懂说，为什么蓝白要抓着卓荣泰去日本看球，要穷追猛打，要去问说你这个钱到底怎么来的？如果你对政治有一点点了解，都知道我们的总统、我们的副总统、我们的国防部长，还有我们的行政院长是不可以随便出国的。是，今天如果你去日本，那是一个天大地大的事情。可是你去日本，以目前的状况，他可不可以用公务旅行？不行。他可不可以用行政院长的身份？看起来也不行。那他只能用什么？他只能用私人身份。可是你用私人身份里面，大家不是讲说，那如果你用私人的身份，你就买那个什么民航机啊，你去买长荣啊，你去买华航，不行。为什么不行？如果你去买了，你就会曝光，你曝光了以后，中国就会拦截。所以你要让卓荣泰可以顺利的去日本，而且在双方都有默契的状况下，给公务的通关，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子，以一个暧昧的身份、私人的身份、包机的身份，在绝对秘密的状况下去到了日本。等中国知道的时候，我已经回来了，你跳脚也没有用。没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吗？简单的道理，结果你居然在中间不断的挑毛病，不断的找问题，然后去弄了以后，我想对，为什么要这样搞？今天我懂了，马文君。国防外交的这个所谓的招委，现在已经到最后关键时刻了。现在如果你再不审预算，美国就说我要把军购给撤回去了。照讲，你现在只剩下3天的时间了。就马文君居然什么？马文君今天做了一个动作，是我要去视察松子部。搞了半天，你之前所有的动作都是铺陈，你所有的动作就是你用尽千方百计，以现在我们刚才讲，以现在郑丽文为首的这一批人，到现在。都以党军购为最高目标。没错，距离美国设下3月15号的 deadline 其实已经为时已经不多了。这个状况就没想到现在呢，这个蓝营立委呢在调查什么？调查卓荣泰院长到日本看球这件事，甚至马文君今天呢人还到松子部去。那么之前你不是提出什么3500亿加 N 吗？原来说到底都是假的一件事。真的，说到底的话，你就是要党军购。所以我们看到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不是你现在连审都不审，是，而且美国已经跟你讲，他已经警告你哦。对，如果你今天3月15号你不
审的话，有几笔军购我就要撤回来了耶。对，没错，这个对台湾来说，就马文君还跑去松子部，对，这个对台湾来说至关重要。那因为这样的情形来说，我就觉得他们现在不能够体察台湾的民意。我们来看一下《美丽岛电子报》，我们看今年1月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民调来说话，我们先看沙卡都，就是有李四川、苏巧慧跟黄国昌沙卡都34、32、15。任何民调来说的话，其实都是李四川领先的，甚至在这个两个人1对1的时候，是李四川45对36，可以说是碾压10%左右的这个差距。可你看，一直到了3月这一次做的这个3月的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你看沙卡都的时候，已经变成是苏巧慧赢过李四川，也赢过黄国昌，两个1对1的时候，李四川只有赢苏巧慧1%。1%什么意思？是在信任区间，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误差。不是，我现在就问了我的朋友，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些事情？是，所有人都告诉我一个事情：八德路的黑暗力量太可怕了。对，没错。我们仔细分析来说啊，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几个结果。第一个就是这个李四川的支持度在下降，再来说苏巧慧的支持度在上升。所以呢，显然有很多中间选民呢，他应该是认为说，你们这样一直挡的话，我们看不下去。所以这中间选民板块其实已经在慢慢移动了。那为什么会在这段时间移动？宝杰，那1月初的时候，美国抓了马杜罗，对不对？2月底的时候打了这个所谓的伊朗，告诉你什么？美国的武器还是最强的，这个中国武器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另外一方面来说，美国有非常多手段可以来对付你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选哪一边的时候，你怎么会去选另外一边？尤其是经过这几次的战事，大家应该看得更加清楚。而且吴董特别强调说，你今天不要单把焦点是放在了郑丽文这个。郑丽文这个是吧？就一个人你不能翻天倒浪的，是你一个人后面有很多的力量。是刚才讲，你后面是有马文君的，对，你后面有陈玉珍的，对，你后面是有傅昆萁的，你后面是有很多红色力量的。对，没错，也就是这个红色力量，目前为止来说话，以这个郑丽文为首，把持了这个八德路的党中央。好，那我们现在看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个民调崩盘的这个下跌的这个情形？我们给大家看另外别的民调，譬如说以亲美的程度来说的话，你看这认为这个民进党亲美有82%，这个只有认为26%是国民党是亲美这样一个状况。再来我们来看7%的民众认为亲美对台湾重要，然后13%认为不重要，47%认为亲中对台湾重要，39%不重要。你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77%对比47%，所以你看最大的饼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刚才讲啊，有48%的人，也就是台湾有一半的人。认为国民党是反美的，对，也就是今天郑丽文做的这些动作都已经发酵了。是没错，绝大多数的台湾人认为对美国很重要，结果没想到你在做另外一个方向，这个当然是你是逆着全民的民意在对干的。另外第二个，我们在讲中研院的这个调查，他说了，如果美国没有出兵的话，我们台湾有58.7%的人愿意不计代价的这个抵抗，所以呢，台湾人抵抗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哦。另外，有69.5%接受者表示支持向美国购买武器哦，有非常支持跟有点支持，所以告诉你什么？快要60%的人愿意抵抗，快要70%的人说我们要买美国武器，结果你现在挡美国武器，所以当然你就是跟民意完全对干嘛。所以我们来看。目前为止的这个民调这样的浪潮来说，一定会对国民党形成一个铺天盖地的毁灭。而且我们看到的，今天有个最新的数字是什么？现在美国的鱼叉飞弹要在2028年来了。是。现在我们的雄2、雄3飞弹也在大量的增产，我们光是雄2、雄3飞弹里面，我们大概有1000多颗以上，再加上鱼叉飞弹，台湾的飞弹数量大概是整个举世最高哦。是。也就是说，飞弹的密度上面，我们其实是比以色列还高哦。可是你从这一次的委内瑞拉的战争，你从这一次的跟这个伊朗的战争，是。你有飞弹重要吗？重要，但是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太空司令部，你有没有网络司令部，你有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里面把对方的眼睛、耳朵给打瞎？这个才是整个关键的因素。是，就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军购里面哦。我们的军购里面是有这个部分的哦，是你需要有西范 ISR， 你现在是有所谓的跟美国的这个所谓的通勤指挥的联系的哦，你是要加入它这整个的联盟哦，甚至我们台湾的无人机，因为这样的无人机很重要，在这个预算里面，我们也有非常多要去增购无人机的这个预算。对，结果我就知道，好，我挡不了的，你大家都知道海马斯很重要，我就给你了；你现在就知道 M1A2 很重要，我就给你了。可是大家不知道的那个大脑最知道的那些连接点，对。
竟然全部被他们拿掉了。对，没错。而且目前为止来说，国民党的这个所谓他的这个企图来说，很明显就是要挡掉军购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跟他讲，事实上在这一次的，不论是从这个委内瑞拉战争，或是这一次的伊朗战争，你就看得出来，CFIUS 是非常重要的。那事实上呢，我们目前为止来说啊，国民党就说啊，反正那些应该给你的都给你，我能够挡住未来台湾拿到CFIUS。还有我们预算里面来说，有一部分是要支持台湾的我们的无人机自主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很重要，全部被拿掉，全部都不要。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个军购来说，我觉得也是某些部分的军购而已。而且他讲到马文君今天已经这么重要的时刻，你在15号的时候，你如果这个预算再不过的话，美国就要把他的这个第一批的军购哦，对，给撤回去了。是，就他干嘛？考察北部地区，对，然后所有国民党的立委全部都跑去了。对，目前为止来说，15号到期的是包括说像我们的自走炮，还有包括说标枪飞弹、托式飞弹等等到期，就没有马文君跑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松子部去考察，所以讲他摆明了他就是没有要，你看剩下3天的时间，你真的有可能过吗？所以看起来他们企图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给大家看，而且我觉得你说自走炮我的感觉还不强，是托式飞弹我也感觉不强，可是标枪飞弹我们在俄乌战争的时候非常清楚，是因为我是营部连，我是装甲营部连的反飞弹排的排长哦。我们是1洞6炮，那这个会找死的。是，如果我有标枪飞弹，我就不怕你坦克了。对，所以你看，他把很多重要的东西，把它慢慢的就是，反正我军购都不要。好，那我们跟大家看一下，事实上在这一次的这个伊朗战争里面，我们可以看美国呢用了非常多神秘的这个武器。那我们当然都希望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原来美国的军备比中国的军备好太多了，所以这个都是全世界想要的啊。譬如说，你看这一次，现在大家才知道，那个委内瑞拉的民众，委内瑞拉军人不是就说，他们亮出了一个武器。然后我们就这个昏倒或者是趴倒，还会战斗。对，大家想说那到底是什么武器？就这几天大家知道，原来这个黑鹰直升机上面可以安装电战系统，这个瘫痪这个战场，它真的有这个电磁脉冲啊。电脉冲出来，难怪那些人，有些人会觉得说，好像一个很大的这个讯号，那还可以屏蔽所有的这个干扰的技术啊，干扰所谓的无线电 GPS 啊，还有定向的这个能量能够使感测器完全饱和，荧幕瞬间变黑。你看，这是美国所有的军售的东西。如果未来我们可以取得这个，当然非常好。另外一个，你看美国跟以色列在这一次，他们不是骇入这个以色列的骇入这个伊朗的这个 app 里面吗？祷告的 app， 他们搞了这么多，然后包括说像这个CFIUS啊，我们未来如果跟美军能够连接上的话，你看这一次我们不是曾经说过，美国的太空军加 AI 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发现敌人的时候，可以给你一个命令，你就直接发射。就我们如果能够跟美国连接它最重要的大脑跟眼睛的话，这才是我们在战场上面最需要的东西。对，就现在呢，这些我就把你拿掉。你有武器又怎么样？有武器完全我可以把你打下，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嘛。因为我们看到的 CFIUS 里面就 Command Controls Communication， 也就是我指挥管制、通讯、电脑、网络安全，这个多重要？就是之前要讲的。我透过这个通讯，我透过电脑的这个试算，甚至 AI 马上把战场地图弄好，战场地图弄好以后，马上指挥就告诉你，对，这个差别在哪里？就像我们以前讲过，我跟世忠，我们以前不是打过台海战争吗？对，台海战争就是我跟2个 dogfight， 对 ，dogfight 之后我要去注意你，是，我要锁定你，是，我要这个攻击你，对。可是现在在美国来讲，我的CFIUS你根本不知道在哪，因为它在太空，所以呢变成我看到你，结果是学委锁定你。然后呢，是国珍打你，是你如果被锁定了，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对，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的战场风貌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非常强调所谓CFIUS这个部分？为什么美军现在呢要找很多这个美国 AI 公司的人进到美国的军队里面？他就是要打造这一套全新的指挥系统跟所谓的这个判断系统。他是把指挥管制、通讯、电脑、网络安全、情报监视跟侦查全部包在一起。对，这才是未来战场的核心。可是问题是我们在这次的军购里面，未来完全都拿不到。它只是给你一些表层的武器，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核心的大脑跟灵魂，它完全不给你。好，所以学，我真的没有想到郑立文上来以后敢这样子干，而且这个干到底，不但是干到底，现在国民党的很多的立法员还陪他走完这一趟。昨天他刚刚讲到的，台湾现在也不是无下阿蒙，台湾人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今天从委内瑞拉战争，我们从俄乌战争，我们今天从很多战争可以看出来说。你现在不是火炮有用，你现在这真的是你的管制、通讯、电脑、战场地图，包括你这个资讯管理才是一个重中之重。可是真的，本来我们的1.25兆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预算，结果呢，全部都被拿掉。不止如此，就算15号要到的我的标枪飞弹、我的托式飞弹、我的自走炮，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我的海岸防卫非常重要。结果呢，今天你是我们的国防的召委，你居然做最重要的事情去松止部。我再强调一遍，今天
卓荣泰用这样的身份，那是一个台湾最不得已的、最无奈的身份。国民党绝对知道这个无奈，国民党绝对知道台湾的痛苦。我再强调一遍，国民党知道台湾的痛处，就因为他知道台湾的痛处，所以他踩在这个痛处狠狠的踩我们。我告诉你说，现在国民党的立委真的知道你痛在哪里，我故意去烧你那个地方，你知道吗？你刚才讲说，卓荣泰院长他从松子部出去的话，就像我们以前跑新闻一样，你知道你的消息来源，人家跟你讲的话，我要保护我的消息来源，因为你讲了你出卖他嘛。那你今天卓荣泰从松子部出去的话，他告诉你说我是私人行程，为什么？他不能讲公务行程，公务行程日本不会让你来啊，对不对？那我是用私人行程，那你就拼命挖，拼命挖，说你钱从哪里来，你怎么花？这不就是在挖他的疮疤吗？对不对？而且挖出来的话，对你有任何好处吗？没有啊。对，那我们讲说刚才马文君他们，你知道说今天你是一个军事立委，对不对？那你很清楚的说，我们今天的一个建军整备，最重要的就是 C5RSR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AI 辅助直管。我们把情报跟战场的图像共享出去之后，整个人他就可以做一些很完切的、最适当的一个运算，告诉你嘛。所以人家讲说，现在的战争很简单。当我第一颗飞弹打出去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太空加网络的话，你就等于聋了、瞎了、盲了。对，因为你什么都看不到。现在这个伊朗是不是很清楚？当然，对他们今天用了一个 GBU43。伊朗有没有最好的这个防空火箭？有哦。我们小时候不要讲的，我念大学的或者念那个后来当工作的时候，你有 SAM300不得了，SAM300当时号称是全世界最好的防空器。它为什么防空器？因为 SAM400配合了全世界最好的雷达。对，它的雷达前面其实比美军的还好哦，因为我们知道美军通常是攻，俄罗斯通常是守，所以他们在守势的攻防上面，他们的武器其实是好的哦。你有 SAM300已经不得了，你还有 SAM400，你不但有 SAM400，你现在后来中国给你号称全世界最厉害的红旗9B 也都给你了，你有没有最好的东西？你有最好的东西，可你有最好的东西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我在第一时间里面我就把你打瞎了啊！对，所以我今天讲说今天很多人像他们今天丢了一个 GBU 的那个43大型空爆弹，有没有？它是用 C130立式型的运输机去投弹呢，1山洞就可以丢了。C130飞那么慢的飞机，这么大架的飞机，它不怕你把它攻击掉、打掉？为什么？因为你的防空系统在哪里的，你敢再冒出头的马上钻地弹就下去了。对。所以你看今天他们整个你的部署都完全很清楚嘛。现在他们讲说刚才讲到中俄都用把最好的武器、防空系统全部交给你伊朗，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发挥不了功用？很简单，他们2个系统没有办法资源共享，对，没有办法整合。这一次就是告诉你说，中俄的系统不相容嘛。那你今天弄了这么多先进的东西干嘛？你根本眼睛瞎了，你也不能用啊！你这个只能看局部，这个只能看局部，那整个通盘呢，全部在美国的观看之下。好的，国珍，这次我们看到伊朗说我要打你的7大的这个所谓的 AI 的这个所谓电子公司，那我想说你干嘛打这些东西？后来我听你讲才知道说，原来美国的国防部它为什么可以这么强？原来美国你不要想不管是辉达啦，不管是 Starlink 啦，不管是 Amazon 啦，其实若有似无之间，都跟美国的国防部有密切的关系。是这一次伊朗攻击的亚马逊的资料中心非常的精准哦，我们都看到说它攻击的所谓的资料中心，事实上它是精准的打它的散热系统，打得很准。它只打散热系统，因为资料中心很大，你用无人机去打它根本效果会很小。可是它既然是打散热系统，一打散热系统，整个 AI 系统完全瘫痪，所以那时候亚马逊的物流系统、无人机送货系统全部瘫痪，包括美军使用的 AI 也因此失效。所以伊朗在这一场战争看到的是矽谷跟 AI 在背后参战。事实上，美国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收编美国的 AI 科技巨头，加入美国国防部。他在去年6月的时候成立了叫201分队，叫做行政创新部队，把谁纳入控管上？201分队，把帕伦泰尔的技术长，把 OpenAI 的前技术长跟现任技术长，还有 Meta 的技术长 CTO， 全部都授予荣誉中校的军衔。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把 AI 最新的科技导入到美国的防卫系统跟科技系统里面，其中 Meta 马上跟谁宣布合作？Anduril 就是这家美国现在最红的无人机公司，它提供它什么叫做鹰眼这个头盔系统，它可以让士兵的眼睛看哪就打哪，你眼睛动来动去就可以操控所谓的那时候我们知道。
脸书公司，我们在滑脸书或者是 IG， 它一直在做所谓的 VR 眼镜、AR 眼镜、混凝实境，它其实就在所谓的整套系统里面用在军事镜头。我再举例一下，你眼睛看哪里，你就可以指挥嘛。我们都知道这个功能，所以美军的士兵就不用再看着电脑，因为或者是看天空，你只要低着头，眼睛看到哪里就可以指挥飞机，甚至到下一步 AI 可以指挥上千架跟上百架的飞机，就用 AI 系统，就连人都不用了，它只在极严苛的环境中可以作战，靠的就是 Meta 跟 NVIDIA 的合作。好，那美国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历史早有渊源了。早在二战的时候，包括在猎杀德国的潜艇的时候，其实它的声纳的鱼雷是谁做的？AT&T 跟贝尔实验室。到冷战的时候 ，AT&T 跟贝尔实验室，对，就是 AT&T 跟贝尔实验室。到冷战的时候，包括雷达系统，包括飞弹防御系统，其中半导体就在这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卫星通信技术都在这里面。对，美国信仰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 Intel 最早那个晶片根本就是这个 DARPA 给他的，对，就是贝尔实验室出来。即便今天我们很多台积电的第一代创新人，很多的半导体技术是来自于 AT&T 或贝尔实验室，他都会光荣说，可是美国要确保是什么？最好的科技公司的就是美国政府的后盾，一直到现在，矽谷在争吵这场战争，我们的道德边界在哪里？可事实上，美国没有，才不管你呢。在二战的时候，罗斯福直接下令，通用汽车跟福特汽车不准生产民用汽车，直接转成生产坦克车。好，还有一家公司叫一纸命令，你的工厂的工作内容就完全改换了。对，马上就连民用汽车都不生产哦，生产的是坦克跟军用汽车，甚至有一家公司的执行长，那家公司现在已经倒了，叫蒙哥马利莫德公司。执行长是直接被罗斯福下命国民兵把他抬走。为什么？就直接因为他拒绝被美国征召，然后执行长直接抬走，美军接管，7家工厂全部接管，一直打到战后。所以这场战争为什么伊朗他会对外宣称我要打美国的7大科技公司，是因为所有的美国科技公司 AI 已经大量使用在这一场战争里面，是矽谷已经在参战，而这其实本来就是美国长期信仰的价值。好，学伟，这次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就是这立文到了法鼓山，不是去拉红线去敲钟吗？敲钟的时候，我想说，那个发抖，我觉得并没有。我听你讲才知道说，钟是有学问的。当然，钟是把所有的《法华经》的经文都刻在这里面啊。《法华经》什么？我当然不懂。你说《法华经》有很多佛经的故事，而《法华经》佛经故事里面有一段是有一个人就想要灭佛，他不断的挑战佛祖，挑战佛祖之后，最后非常凄惨。因为我本身就是圣严法师的族家弟子啊，对对哈，我以前也去撞过那个法华钟啊，他每年的除夕都要撞108下，刚好跨年跨过去，就是为台湾祈福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叫做法华钟？他把整部的法华经刻在那个钟上面，整部的法华经刻在那个钟里面哈。那《法华经》里面，他讲到很多原生故事，就是佛教的原生故事。早期佛陀啊，你在世为人的时候，你有什么的神迹啊？你有什么的教诲啊？你有什么说法，对不对？他就把它全部写在里面。好，里面有个故事就告诉你说，《法华经》里面提到说，佛陀的堂哥叫做提婆达多，这个人，他对佛法的那个修研也是很精通的哦。他对佛法很精通，对不对？而且他口才辩捷，因为佛教里面要说法、要说教、传教的话，你跟他就好讲的嘛。你若讲，那提嘟嘟人听不，你唔知在讲啥，那没有办法招收弟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提婆达多他后来就告诉你说，我既然这样的话，我应该在僧团里面我是当领导人，凭什么你佛陀我堂弟你当什么领导人？而且你说我夺权，对，而且他告诉你说，我应该主张说，我们这个僧团要更好的一个戒律，对不对？你袂使去摕物件食啊，什么有为无啊，出家修行啊，对不对？要很多很多的东西哦，所以他觉得说，我今天如果没有把佛陀给干掉之后，我是不是可以自然而然当这个僧团的老大？所以他3次要暗杀佛陀，第一次派人刺杀，第2次是从山上推一颗巨石下来，啊，第3次是这样，把一只大象喝醉了，把它灌醉之后，把大象赶过去要踩踏他们，这样，3次因为佛陀跟弟子你也知道，很多都是法力无边嘛，对不对？所以就当人没事嘛，对不对？那大家觉得说，为什么你加害佛陀这个东西的话，你说你是为了僧团好，你为了这个僧团的未来怎么样？可是他死了之后，你知道他去哪里？下18层地狱呀！所以今天国民党包括郑丽文在里面说，我今天做了很多事情啊，
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我是为了什么台湾人民好。我公瑾讲，今天大家希望的时候，我没有要打仗哦，可是我希望我的国家强大，这叫做自信心跟尊严呐。否则为什么老共93要阅兵？他就是告诉你我的兵强马壮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把这些东西全部挡住了，我说实在话，中间选民会高兴吗？当然不会高兴。那这个法华经，你那一天去拉那个绳子，它也抖动，就告诉你说，法华经里面的故事，请你把它看清楚。现在全世界最关注的焦点当然是这个伊朗战争到底什么的结束。虽然川普讲快了，可是我们看到现在伊朗感觉他还是在困兽之斗。有人讲说他现在做他最后的万岁行动，把他所有的火力、所有的无人机、所有的飞弹全部一口气的拿出来了以后，他真的可以骚扰荷姆兹海峡吗？他真的可以把所有的周边国家搞得一团混乱吗？如果真的搞得一团混乱的话，那美国可以抽身吗？那如果美国不可以抽身的话，那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恐怖的阿富汗战争？所以世总，大家现在都非常关心接下来怎么做。那你说其实有2个关键点，一个关键点就是他的82空降师已经准备好了，他什么时候可以占领哈尔克岛？另外就是他们其实真正非常积极在找那个核能的能源在哪里？对，没错。事实上，这场战争何时要结束？事实上，川普这几天在国内呢，也面临到包括媒体的采访，还有包括说他在公开场合说什么。媒体的采访里面，他就说他认为这一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因为伊朗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炸了。另外，他在这个跟公众场合讲话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的美军只是去做了一场小旅行，所以很快就会回来。所以看起来的话，他的确想要赶快结束这场战争，收尾了。那怎么战争怎么结束呢？收得了吗？对，现在目前有几个重点，油价的问题。那油价问题有2个症结，一个是说这几天传出来说美军可能要去占领这个哈尔克岛。哈尔克岛来说，因为为什么？因为哈尔克岛是伊朗最重要的油源的非常重要的炼油的运输的这个地方。如果占领这个哈尔克岛来说的话，当然这个伊朗的油大概就被我掌握住了。另外第2个就是赫姆兹海峡，赫姆兹海峡你到底现在有没有控制住啊？这几天还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导弹啊，所以你有没有控制住，这都是个问题。另外第3个就是你讲到了你的铀的原料在哪里？我要找到这个东西，找到这个东西的话，我就可以宣布结束这场战争。因为你的浓缩铀号称已经到60%了，对，到了60%，到了90%，这就是一段路的而已。对，那他当初他有开出这个结束中战计划，就无条件投降，然后交出你的铀，然后交出你的这个离心机，都把它这个让我们监管嘛。可是现在显然伊朗不会，所以现在伊朗要做什么？垂死的挣扎。这我们知道2战的时候呢，日本不是在最后的时候已经被打到快要到本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叫1亿玉碎计划。就是说，我们来的时候就跟你做最后的拼搏啊！他当时甚至要动员所有的日本人都变成是兵啊，对，然后这样跟你抵抗到底啊！所以美军没办法啦，你这样的话，我只好用出终极的手段啦，所以核弹就要这个原子弹攻击，就是这样一个。你说他的核子弹就是因为你的玉碎计划，然后把美国人吓坏了，才下了这2个。对，那目前为止，伊朗也是这样啊！你看他开始疯狂的攻击啊！这几天的时候，你看第一个，伊拉克领海有2个油轮遭到伊朗的水下的无人潜舰的这个攻击嘛，对，就烧成那个火球嘛。那紧接着来的话，当然大家最重视的是在赫姆兹海峡这边嘛。这几天已经有3艘啊，一艘是这个泰国籍的，我们看到那个照片，它后面船尾的地方起大火嘛，泰国籍的这个玛雅纳利号就是被攻击嘛，还有日本的这个 One Majesty 嘛，还有马绍尔群岛级的这个船都被攻击嘛。你看我攻击了这个波斯湾内的，又攻击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荷姆兹海峡的，就我还攻击到哪里？他现在已经攻击到阿曼了，阿曼其实距离伊朗有点距离，对，就那阿曼的他们的炼油公司就说，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就真的就连续爆炸，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人在那边讲，My God， 他真的攻击了这样一个情形啊！所以现在整个全世界都很担心，伊朗就真的在这边兴风作浪，给你把你油价搅翻天。那么因为伊朗这样搅翻天的关系啊，那今天台北股市又出现下跌，为什么？因为现在油价又开始，譬如说以这个布兰特原油，或是说以这个西德州原油，又开始要往上冲啦，好像要冲到100元左右的这个位置啊。所以今天大家都担心，虽然说现在显然啊，美国现在怎么收尾来说，油的控制是一个重点，铀的这个也是个重点，还有他们未来的这个领导人也是个重点。这3个如果能够达成任务的话，或许美国就可以尽快的鸣金收兵啊。那我像美国今天居然去攻击了伊朗最重要的金融公司，那到底代表什么？对，没错。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美国就当然要瘫痪整个伊朗的这个金融的运作嘛。我们知道是那家公司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对伊朗来讲它还能够进行国内的这个运作。你看这一次的这个攻击里面来说，其实美国都还没有攻击到没有攻击到伊朗的重大的民生的机构。
电厂什么他都没有攻击哦，他现在开始攻击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你再不听话，我可能就要更大规模的这个攻击进去了。我本来打军事措施，是，结果你现在跟我搞万岁计划，是，接下来我就打你民生设施。对，他可能会开始这样做，逼了你这个所谓的你们现在的神学政权能赶快跟我们美国来谈判，赶快无条件投降。所以我觉得现在战事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现在美国是想要如何收尾的一个状况。你看，现在大家最关键的是这洗班装行不会到底要怎么结束？到底川普要打到什么程度，可以拿到什么东西，他才可以退？还是变成现在进不得、退不得，完就卡在这里了？其实我觉得最后应该在短时间很快就有机会结束。你觉得可能？我觉得很有机会结束。简单来讲，观察最重要的观察点还是在油价上面，因为油价应该这样讲，现在反映的是什么？就是在中东的战火，那导致油价上扬。油价上扬代表通膨上来，代表这会经济衰退，4个步骤。那现在大家已经看到这个油价上来了，所以大家就脑补后面一定会出现这个压力现象。但是呢，尤其是大家都在讲这个，跟当时1970年代就1973年石油危机是非常类似的哦。但是其实呢，我们从数字看得到，其实现在跟当年其实有很大落差，不一样。对，应该这样讲，是现在全球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度不像当时接近50%。现在只有3成左右，因为包含核能啊、绿能啊各样的替代能源，其实跟那个时候是不能对比。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影响的比例。其实当年接近40%都在 OPEC 手上，他们一暂停，整个40%的原油供给也不见。现在大家在讲啊，这个接近2成的这个荷尔姆斯海峡的部分卡了接近2成，所以相乘来讲啊，等于说2成跟6% 的影响性，其实是有这个关键的一个差距。更重要是在之前外资给的一个报告就提到，其实油价的部分呢，如果就时间点来讲，可能要接近6个月左右，油价才会看到大幅的一个走升，那个时间点才是经济重挫的时间点。等于说，我们从这个所谓的2月底开始，可能要接近下半年才会看到经济正式的重击。那有提到这个当年1970年代的时候，油价一上去之后，它就完全下不来，导致经济的重挫。可是上一次呢，在俄乌战火上去之后，后续半年之后，慢慢就开始回落，所以整个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倒是不用过度担心。这样我真心讲，这是长线的看法。但是要跟大家提到，短线也不用太乐观，短线是不会结束的，因为很明显啊，我们从这个市场的赌盘，我常常讲，大家讲了半天，分析了半天，但是这真金白银每天24小时在跳动。大家就认为，目前以美国的一个角度，这个整个战局要结束，应该必须要等到这个4月底、5月底左右。5月30号、6月30号。对。所以简单来讲，最起码这2-3个月看起来好像不会结束，这个我也认同这个概念，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但是外资也提到，从几个角度出发，他一直讲到油价并不会想象的这么严重，包含刚刚提到库存的一个部分可能会减少冲击。那今天来讲，4亿桶的这个库存出来，我要提醒大家，它 total 算只有20天的一个缓冲期，所以我个人觉得川普其实算得很精准啊，他这个20天就是他的命脉，他必须要在这20天之内做出一个决定。那我常常讲啊，大家因为现在经济感觉很恐慌，对，我告诉大家，你恐慌啊，就是川普比你更紧张。他会紧张吗？为什么？其实现在有概念哦，这边的图示是要告诉大家，民调到年底这次所谓的期中选举，你最关注，你会导致你选票的一个方向最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占了40%，就是生活成本，就是美国人民厌倦通膨，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呢，尤其是目前川普的支持率，就是看到这个黑色线不断在快速下滑，加上共和党的民调也是落后的，所以他一定很紧张。那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11月选举之前，他要做到什么？第一，战争要结束；第二，油价要回到原本的水准；第三，股市要创新高。这3点必须要做到，他才有办法选举。跟你想得到，你做得到吗？所以我刚刚提到，他必须要在这20天里面，要么我个人觉得很简单，一个呢就直接攻下来。当然，大家现在真有办法吗？第二件事情很简单，就是他退，完全跟对等关税一样，对，就是跟他口。所以我刚刚讲前段的部分呢，就原油的部分分析，我觉得投资人其实也理解 OK， 不理解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关键点。我觉得投资人要记得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股市的低点绝对比你的现实面看到要早很多。我们举最好的例子就是去年的对等关税，大家可能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去年清明节回来，突然看到它的那个背板之后开始往下冲，对吧？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但重挫3根之后就开始回升，你回想一下，当时3天后有没有看到任何利多？答案是没有的。
真正的利多是等到5月之后，过了几乎已经说涨幅都回来了，他才把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税率明显下滑。所以你现在还在关注油价，还在关注政局，当然我觉得那个是实际经济面，你必须要了解。投资面来讲，你要关注的就是市场的一个氛围。记得最恐慌的时间点，每一次就是伴随着股市即将低点的一个来临。那后续来讲要留意的就是不要去融资杠杆，因为现在波动还非常大。第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看，我刚刚提到基本面的部分不要太关注，否则你会有一个问题哦，不断后续见到谷底不断往上，但你看到还在等一下还两边的这个战火还在扩大，加上油价的部分还不稳定，你会担心导致一直卖，而且甚至放空，他会发现它一直往上走。对，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提到不要猜底，你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上礼拜是底了，还是上上礼拜，还是这个礼拜就会见到底。那我该怎么做嘞？我只能跟大家讲，有点信心，你必须要把自己手上的资金分成3、4笔、4、5笔，有重挫的时候买，记得反弹或整理的时候千万不要买。日本说我现在给他释放我的原油，释放我的这个战备储备，为什么？他说我要石油脑，因为这个已经影响到了日本的石化工业。同样台湾现在台塑也说，有些东西我已经不生产了哦，我现在这个原料已经进不来喽。所以现在很可能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的是连手摇饮跟半导体 AI 都会受到影响。手摇饮对，手摇饮跟 AI 都会受到影响。当然，谁制造的东西便宜，谁是第一个倒大霉人。那现在是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这些有炼油的工业都说，我现在都发出不可抗力了。接下来台塑公司也发出不可抗力，以及台湾其他石化集团，它的面向就变成什么？都说我现在不可抗力，我跟你有签合约，但是对不起，我现在是不可抗力，所以我撇除了法律责任，免除法律责任，因为我是第一个是我卖不了了。第一个是因为我原料中断了，来自中断的原油没有了，物流中断了，现在谁也没有办法预估船会不会来。再来，我生产可能会中断，所以他马上宣布说，我现在包括 PPC、PP、丙烯这些东西制成的产品都要合理的配额供给，这个词是很有趣的。然后我的业务人员会跟你联络，我重新安排交货，代表说，好的产品，利润好的，我对国家重要的，我才要供应链。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你看，你以为台塑只是在做 PP， 我们看到 PP 手摇饮用最多的就是 PP， 所以它如果那往下做，它要做成 IPA 叫异丙醇这个东西，它1年大概生产3万吨，在0元，最主要就是2奈米台积电的清洗液哦，好，那还有个东西氢氟酸，它跟大金公司日本大金空调专门在做氢氟酸，它也用石化产品做，占比超过55%，一样是2奈米、3奈米唯一在用的。那请问一下，台塑现在已经碰到说，我通知所有的人哦，我现在是合理的分配哦，我不能保证我生产哦，那会不会影响到台积电的供应？会不会影响到？还是我去牺牲手摇饮的业者低价制造的？那这个现象其实也出现在中国。中国的东莞的樟木头这个小镇，现在正在塞车，一天只塞一次车，是从几点塞到几点？从7点塞到晚上11点，因为全部都在排队抢塑胶原料。它涨幅是多少？涨了60%到90%。所以我说低价制造会出问题。那当然，台湾现在就要观察这时间有多久。不然就会低价会出问题。再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 AI 生产？我们的台积电的晶片没有清洁液，你也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哦。所以它的影响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哦。今天最好笑的新闻其实是什么？是在 WBC 比赛里面，美国差点被淘汰了。美国照理讲，你这是全部都是大联盟的，而且这赛程安排非常有利于美国，结果搞了半天。他昨天居然输掉了，输掉更好笑的是，他的总教练说他算术算错了，他以为他们已经晋级了。今天要不是意大利赢了墨西哥，今天只要是墨西哥赢了意大利，他的活命区只有这么一点点。对，他如果今天翻转过来，美国就要被淘汰了。对，没错，美国今天呢应该要感谢意大利，因为今天意大利用9-1淘汰了墨西哥。如果真的假设是墨西哥击败这个意大利的话，哇！你看美国生存的空间只有这么小，你看墨西哥跟意大利都比它大很多，所以等于是美国是死里逃生啊。那为什么美国会搞到死里逃生？大家觉得很夸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一次的美国队很强啊。这个 Aaron Judge 美联最厉害的打者，他领先，然后包括什么 Harper 啊，这个一大堆的重炮手，再加上说美国这个投手2个赛扬奖名头都来了，照理说应该打到决赛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所以呢，因为他们就是这样，所以骄兵必败啊。他们这个总教练 De Rosa 他说什么？
他在这个意大利跟这个美国交战之前几个小时接受访问说啊，我们已经赢了3场了嘛，我们3场我们就已经拿到8强的门票了。他就说我打算让一些主力轮休啊。就主力轮休就果然他打完了之后呢，他们就让什么 Harper， 这个是费城人的重炮 Bergman 啊，还有 Leroy 啦，还有包括说 Turan 啊等等的强打都没有先发，也就是说他根本认为说跟意大利打啊不用，我们已经晋级了，没有问题了，没有上场，所以就这样子而且更狂现在被爆料什么呢？因为他们打败意大利说啊墨西哥，他们真的以为全部晋级了，所以全队都在休息室里面庆功啊，就已经觉得啊我们晋级到8强了，聊天聊到很晚，然后最后巴斯在凌晨12点30分才离开球场，所以表示呢，比赛的时候很多球员没有精神嘛，所以最后呢才会是6比8输给这个意大利嘛，哈，主力轮休，然后投手也都是没有派主力，然后这样子就没想到，后来他们差一点会输啊，所以后来赛后的时候 ，De Rosa 被问到这件事，他说啊，对了，我自己算错了，是我算错了，完全看错了这个计算方式啊，而且更加好笑的是说，他这一张采访来说话 ，MLB 已经把它拿掉了。为什么？太丢脸，对，太丢脸！怎么是？你是WBC 的主办单位的国家的人，你连怎么计算你都计算不清楚，拿掉了，对，已经被拿掉。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次美国虽然说你有很强的这个所谓的兵马，但是问题是你的主帅好像搞不清楚状况。好，所以这边我觉得今天最好笑的新闻就是，以前我们都说美国人数学差，这次我真的是体会到他们数学到底有多差，他真的算错了。而且美国差点被淘汰，而且甚至他们在打意大利的时候，一开始根本6比0领先呢。其实我觉得有点夸张。De Rosa 本来就是在美国最大的一个所谓的运动频道里面的这个资深分析师，也是资深的球评。几乎所有的 ESPN 拍的所有的整个跟 MLB 相关的资讯，都是他在做解说的，所以他应该是一个脑筋很清楚的人才对。那这一次他为了要 call 这个团队，他也从去年的春训开始，先 call 了是 Aaron Judge， 那 Poskin 也答应，然后后面就一直 can， 所以你可以发觉，以前我们都说以色列是整个美国2队，现在没有，除了多米尼加跟委内瑞拉之外，意大利也是美国2队。那基本上你就感觉出来，所有好的他都填完了哦，所以基本上来讲，为什么这次赔率永远都是美国第一？所以他真是把大联盟最强的选手几乎都填完了，几乎都填完。可是当然，他就是有点像圣安东尼马刺队一样轮休。所以说你看之前像Tim Duncan 啊，还有像 Parker 啦、Ginobili 啊，都会在这个轮休的情况之下，有些场次不上。所以他真的是这样，他应该是觉得透懂啊，已经是3场已经是没有问题了。他没有想到，在整个算所谓的胜负失分率的时候，其实那个最后那场没打完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所以其实这一次，其实他真的是有点可怕。这个失误，这已经不是低级失误了，这是不可发生的大失误。而且以他这种首席分析师的能力来讲，他有多少团队啊？他有多少的情搜小组啊？为什么他会没有人给他这个讯息？为什么这种小学生的算术，台湾都已经算到，我们可能比较比较勤俭持家，对这种小地方都很注意细节。他可能是大摇大摆惯了，不用管这些，不用管3场透懂。还好今天在讲墨西哥打完，我就开始开香槟了，我就开始这个狂欢了，狂欢半夜才回家。然后第2天我又把我的主力的打者拿下来。那我在没有体力的状况下，又模糊的状况下，打得乱七八糟。他真的很敢他 Carey 有60轰不上 ，Harper 2届的这个 MVP 也不上 ，Duran 酿酒人的2垒手，明星2垒手也不上，3垒手 Bergman 小熊的也不上，外野手的部分 Boston 也不上。所以他都把年轻的全部拉上来，代表说我反正这样。他说我还是很想赢，我还是很尊重对手。可他实际上做的摆明就是说，这一场对我来讲是无关紧要、无关痛痒。可是这种资讯竟然在他们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体系里面，没有人传达给他。我觉得这倒是蛮意外跟蛮夸张。就像比如说，我们看在日本的这一战，台湾队的这个4战的成绩跟4战的整个安排。MLB 可是绞尽脑汁帮台湾队排赛程哦，因为日本队晚上4万多人合理，对，可是还有哪个球队5天的赛程可以4万人？只有台湾4万人4场 ，MLB 的收入有多少？这全部是一个商业行为。这不是什么只是球赛，大家不要这么单纯。对，所以说 MLB 知道，所以不是川普每天在算钱，他所有美国人每天都在算钱。代表 MLB 的主要的负责 Jim Small 对台湾市场很清楚，他知道台湾人对这个的狂热，而且真的4场球都是4万以上，台湾人机票时数所有过去
在日本消费应该过100亿，那 MLB 收了多少门票收入？所以你就知道，这本来就是个生意。所以德罗萨会犯这个错误，其实真的是有点离谱。好，那大家认为说，你现在这样子进去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了多米尼加，我们看到了委内瑞拉，那也都是强棒子，那也都很厉害。现在看起来，本来大家都以为说美国是透懂了，感觉没那么透懂了。对了，可是我还是觉得美国还是很强。你觉得还是最强的？还是很强，因为你如果把这些明星，因为这些人重点不在于说他只是有成绩，他有资历，重点是他真的球商高，而且那种经验丰富。打这种一场的比赛，当然那一天对意大利我是觉得有点意外，因为我相信对德罗萨前面掉5分他也没什么感觉，就跟景端那时候在对12强对台湾掉4分没感觉，为什么？他一定打得回来，可是没有想到6局的那个失误啦 ，Killer 那个失误是比较夸张，多掉了3分。那3分后来美国打了6分回来，所以你就会发觉就是说，美国队在所有的赌盘还是第一，因为他的确实名将如云，而且我们在讲美国跟多米尼加已经不是打 NLB， 是打 All Star Game。明星对抗赛，而且重点是这个的内容，如果你就他们的棒子的强度。是比世界大赛还要夸张。你世界大赛不会1到9棒都遇到这种等级，你现在可能是9棒当中有5到6棒都是 Aaron Judge 还是大谷翔平的等级，每个 OPS 都是1以上，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边听你常常讲说，原来这些 WBC 到了最后，那根本就是美国大联盟最精英的选手代表自己的国家来参战的。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到后头现在大家问我说，到底谁出谁？讲在现在真的无从预料起，因为就是你把明星棒次排在1到9棒，你像多米尼加，他的整个团队的 OPS 是1.1以上，那大谷翔平跟 Aaron Judge 在去年整年度打162场，累积1左右，那都已经是顶尖又顶尖，拿到 MVP 了。可是现在整个多米尼加的1到5棒全部都是1以上，而且在像今天对上委内瑞拉，前4棒全部轰全垒打，而且重点是那个全垒打是在于说，有些球我是投给你看的，我不是要投给你打的，我是让你要设定说这个偏高的速球，让你看过，下面我要调另外一个球去困惑你。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的挥棒速度跟他们的眼睛手眼协调能力，硬是把这个球给轰出去。所以你就知道这些棒子都是怪物，所以每一个球，你如果看今天的转播，每一个球被多米尼加人打出去，委内瑞拉的投手都会一脸狐疑，这个球你怎么会出棒？这个球你怎么跟得上？这不是你的好球带啊！你怎么轰得出去？这就是 WBC 的意义。所以到了8强之后，当然今年呢，不管是多米尼加、美国、日本，尤其是意大利，意大利在最后的这一场对墨西哥的比赛轰了4支全垒打。Patino 就个人轰了3支，那基本上现在就看谁的棒子大。可是很有意思哦，意大利这次的变法当中有一堆是2A、3A， 甚至只是高阶1A 的，那个是美国队连看都不会看的球员。对，可是他们在这一次把这个年轻新秀 call 出来之后，打出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身价。所以说，到底到后头，如果接下来意大利今天的赢球，美国队进8强。如果4强有可能再碰到哦，所以我很期待，如果真的意大利再跟美国碰到的话，我就要看美国队怎么排先发名单。你不可以再这样子把大棒子收起来，要怎么样来跟意大利做第2轮的一个较量？那意大利能不能再展现像前一场对美国那种前面6局10打8分？我以为美国会被口斗，有没有夸张？对，所以你就知道 WBC 好看在这个地方，难以预料。为什么？各国精锐进出之后，每一个棒子都是有一棒定生死的能力，所以到了头来，到底谁输谁赢，棒子来说话。对，而且刚刚讲的，这一次的，比如说中南美洲这些国家里面，我真的觉得他们那个打击的那个强度、那个反应，还有我觉得有一些你根本已经趴在地上了，他还可以从3垒传到1垒去。Machado 在前面一场有2个精彩的这个守备，他在3垒的整个守备，人被重心拉出去的瞬间，人在行动，就等于是横空移除。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